第240章，残图到手，聘请保镖。两道目光交织半空，都是彼此释放出许些莫名的意味，淡淡的寒意缭绕在半空，气氛忽然间变得略微有些紧绷了起来。漆黑眸子平静地注视着半空上那随着实力的回复，似乎也变得更加凌厉以及霸道。海波东，萧炎身子微微后倾，轻靠着椅背，食指交叉着放在身前，平淡如古井般的神情，并没有因为地下室中那股凶悍的斗皇气势而感到有丝毫变色的地方。半空之上，海波东目光泛着许些凌厉，紧紧地盯着下方的黑山少年，掌心之中淡淡的寒气萦绕着。随着实力的回复，海波东那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情绪终于是再度缓缓地舒缓而出。当年的冰皇冷漠而霸道，从没有谁敢从他的手中强行取走什么东西，而萧炎却是打破了他的禁忌。以前因为封印以及看不透萧炎实力的缘故，所以海波东并未表现出任何一点敌意。不过如今封印破解，当年那叱咤风云的冰皇却是终于再度完全归来，突如其来暴涨的实力也让的海波东心中忽然悄悄地开始冒出了想要将残图完全夺回来的念头。虽然海波东并不知道这些残图究竟有着什么作用，不过他却依然能够知晓，这些残图所隐藏的秘密绝对不会小。毕竟当年这些残图可是连美杜莎女王那种级别的强者都是被吸引的不远万里追杀了过来啊！身体悬浮在半空之上，海波东周身萦绕着冰冷的寒气，眼睛盯着那满脸平静的萧炎。少年这副沉默并且有些显得高深莫测的态势，终于是让的自信心高度膨胀的海波东略微清醒了一些，眼睛虚眯成一条细小的缝隙。海波东回想起几个月前与萧炎的那场大战，脸庞微微变得凝重了起来。而当脑海中闪过当日少年所操控的奇异森白火焰之后，一股寒意忽然毫无预兆地从海波东心中浮现了出来。当初在与那森白火焰的接触下，海波东对他的恐怖了解颇深。随着海波东心中寒意的升探而起，他的身体也是轻微地打了一个哆嗦，脸庞上的冷意也逐渐消融，一抹看似柔和的笑容被挂上了那略微僵硬的苍老面庞上。在经过来回的沉思之后，海波东那因为实力暴涨而过度澎湃的自信心终于是在理智的压迫下逐渐地消退了下去。他模糊地计算了一下，海波东略微有些心悸地发现，即使现在的他已经逐渐恢复了以往的实力，不过却依然是有些看不透少年的真实实力。感应着萧炎的气息，虽然明明只是斗师强度，不过曾经与他交过手的海波东却是知道，谁若是真的把面前的少年当作是一名斗师来对付的话，恐怕将会到得血一般的教训。暂时还不宜与之为敌。心中闪过一道念头，海波东那苍老的脸庞之上涌上点点柔和的笑意，对着萧炎貌似和善地笑着点了点头，周身所萦绕的寒气也是缓缓地收敛入体，眸子略微噙着许些戏谑地望着半空上那在经过一番沉思后忽然主动收起了凌厉气势并且开始表达出善意的海波东。萧炎把玩着手指上的那戒，玩味地笑道：海老先生，我还以为您如今恢复了实力，打算出尔反尔对小子出手了呢。刚才您的那副模样可实在是有些让人害怕啊。哼，萧炎小兄弟说的哪里话，老夫怎会忘记你对我的所助？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我海波东可做不来。连忙摆了摆手，海波东缓缓落下地来，对着萧炎解释的笑道：实在抱歉，刚才由于忽然恢复了实力，所以一时间难以掌控气势，让的小兄弟受惊了。萧炎笑了笑，坐在椅子上，修长的手掌轻拍了拍袖袍，略带着许些惋惜的轻笑道：真是有些可惜了，小子本来也打算想领教一下曾经叱咤加玛帝国的冰皇的真实实力，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这种机会了呀，可惜了。闻言，海波东眼角不可察觉的轻微挑了挑，尖锐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那不似说笑的面孔，片刻后笑了一声，快速地移开了目光，同时在心中暗自庆幸了一声，看这家伙的表现，似乎对于恢复了实力之后的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忌惮，还好先前没有撕破脸皮，不然这打起来谁胜谁败还真是不好说啊。而且得罪一名能够炼制6品丹药的炼药师，明显是一件极为不智的事情。若是他有着当场将之击杀的本事，那倒还好说，可若是一旦让得对方跑了，那么日后自己的麻烦
恐怕将会接连不断。对于高阶炼药师的号召力见多识广的海波东，比萧炎都要更清楚这种级别的炼药师的恐怖。哼，萧炎小兄弟说的那里话，我这把老骨头可没有你们这些年轻人那般的活力。海波东干笑着摆着手道，不置可否的笑了笑。萧炎缓缓从椅子上坐起，伸出手掌，目光紧紧地注视着面前的老者，淡笑道：老先生，封印如今已解，我的任务也算是彻底的完成了。那份残图，残图两字入耳，海波东干枯的脸皮微微抽了抽。不过此时他倒并没再找其他的借口，因为他已经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在自己沉默的这一会，面前少年体内斗气已经开始了汹涌的流淌，那对漆黑的眸子之中冰冷的寒意也是逐渐的萦绕着。显然，若是此时的他再说半句推迟的话语，那面前的少年恐怕就将会立刻翻脸动手。苦笑着叹息了一声，海波东手指在那戒上摸了摸，然后一小块模样极其古老的泛黄皮纸便是闪现在手掌之中，极为不舍地轻抚着这小块古老残图。海波东叹道：我制作了地图几十年，可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地图。在得到它之后的不久，我曾经想要照着这份残图复制一份，不过最后所绘制出来的地图却是极为诡异的，与原图大不相同。如此实验了好几次，也只得放弃了这门心思。我想，或许这应该和地图只是残缺的有些缘故吧。萧炎目光紧紧地盯着那块残图，瞟了一眼海波东的脸色，虽然他能模糊地知道一些原因，可却并未出口替他解答这些疑惑。当初在得到魔兽山脉中得到第一份残图后，药老便是发现在这些残图之上隐藏着极为庞大的灵魂力量，这种灵魂力量极为隐晦，若非炼药师这种精神力远超常人的职业，别人是极难将之察觉。这些灵魂力量并不会直接对人产生什么伤害，不过若是有谁打算复制地图的路线以及纹路的话，那么这些灵魂力量便是会不知不觉间侵蚀着你的神智，让得你最后所绘制出来的地图几乎是与原图完全不同。恋恋不舍地摸着残图好半晌，海波东这才郁闷地摇了摇头，将之递向萧炎，苦笑道：哎，拿去吧。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些残图应该是被分成了好些份，手里仅仅只握着这么一份倒也没有大用，并且想要在偌大的大陆上寻找出其他的残图，无疑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笑了笑，萧炎伸手接过这块触感颇为柔滑的残图，上下打量了一番，一股淡淡的沧桑以及古老的韵味迎面扑来，看来这残图所经历的岁月恐怕不会太短。握着这一小份残图，萧炎又从那戒中将上次从海波东手中拿走的另外一小份取了出来，然后微微拼凑，在发现两者衔接处并无有丝毫缝隙之后，这才轻松了一口气。嘿嘿，萧炎小兄弟，你似乎对这些残图很有兴趣。望着萧炎的模样，海波东眼珠转了转，嘿嘿笑问道：我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着不小的兴趣。萧炎微微一笑，回答得颇为含糊：小兄弟，我手中的残图现在已经全部到了你口袋里，嘿嘿，不知道能否告诉我一下，这东西究竟是有着什么作用？凑集残图后能得到什么？搓了搓手，海波东依然是有些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心，出口讪笑着问道：海老先生，我以前就与你说过，除了那次在拍卖会见过一次这种残图之外，这还是我第一次将残图弄到手，所以它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我也不是不太清楚。萧炎摊了摊手，笑盈盈的道。闻言，海波东嘴角一咧，附和着笑了两声，心中却是嘀咕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才有鬼了，只有傻瓜才会为了一块不知底细的残图，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沙漠。看你这精明的模样，像是傻瓜吗？听得萧炎这番话，海波东心中也是明白，他并不想将残图的秘密与他共享，当下也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毕竟现在残图都已经到了萧炎手中，想要强抢又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强行将心中的好奇给掐熄灭了下来。将残图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精致的盒子，然后装进那戒之中，萧炎心中略微松了一口气，这东西几经周折，终于是到手了呀。海老先生，如今你的实力已经回复，应该不会继续在这里当你的商铺老板了吧？
双手插进袖中。萧炎忽然冲着海波东笑道：“当初留在这里，主要是想研究残图和寻找破解封印的办法。如今封印已解，自然是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海波东点了点头，瞥了一眼那笑意盈盈的萧炎，不由得道：“你有事？”“哼，的确是有些事，想请海老先生帮上一些忙。”萧炎袖袍中的食指轻轻弹动着，轻声笑道：“嘿嘿，你这么快便想将一名斗皇强者的人情给用上了？”海波东嘿嘿一笑：“我说过，你帮了我一次，所以我也欠了你一次人情。不过你现在若是想要我帮忙的话，那么这人情债就得抵消了。我相信海老先生以后或许会欠我更多的人情，不为其他，只因我是一名炼药师，而且还是一名能够炼制出6品丹药的炼药师。”萧炎淡笑道：“哎，虽然话有些狂，不过倒是不假。一名能够炼制6品丹药的炼药师，即使是斗皇强者，也极其乐意与他做朋友。当然，我也不例外。”叹息了一声，海波东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不管如何说，在这片大陆，炼药师，特别是高阶的炼药师，永远都是每个强者最喜欢的朋友与伙伴。说说吧，你需要我做什么？只要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不会拒绝。海波东抚着下巴处短小的胡须，笑问道：“2个月后，我会去一趟云岚宗，到时候或许会和他们有着一些冲突，而海老先生，则只需要在那个时候现一下身便可。”萧炎轻吐了一口气，略微沉默了一会，说道：“云岚宗，你去招惹他们做什么？那可是一个大家伙呀。”闻言，海波东略微一愣，旋即惊诧的道：“解决一些恩怨罢了。”萧炎随意的说了一声，并未与之详细解释，毕竟那不是什么太过光荣的事情。云岚宗势力很强，其中强者也是不少，你这个忙看来难度不小啊。海波东摩挲着下巴，有些迟疑的道。望着那似乎略微有点迟疑的海波东，萧炎笑了笑道：“海老先生请放心，我并非是让你与云岚宗为敌，只是若到时候他们真的以多欺少，以强凌弱的话，海老先生露个面就好。”“以强凌弱，你还真是幽默。以你的实力，那云岚宗除了他们的宗主之外，谁还能与你抗衡？因为一些缘故，所以我并不想将实力暴露出去，到时我只会使用表面上的这些实力。”萧炎摊了摊手，笑道：“真是莫名其妙的决定。”闻言，海波东一愣，沉吟了片刻，微微点了点头，无奈的道：“好吧，谁让我欠你一个人情呢？那我便陪你去云岚宗走上一遭吧。虽然如今不敢说把云岚宗弄得鸡飞狗跳，可若是要护卫你的安全，那倒也没什么困难。”见到海波东点头，萧炎轻笑了笑，有着一名斗皇强者做保镖，想必那云岚宗的一些顽固迂腐之辈应该会懂得收敛许多吧。